我跟你做个交易，你把这玄冰石还给萧白，我留下来陪你，直到百花节毒放。我试过了，结果我很满意。那哥哥就等着妹妹把玄冰石还给萧白之后，回来陪我。那你得祈祷，祈祷我把玄冰石给他之后，百花节没有发作，我还活着。没关系，死的也可以。到时候放在冰谷里冻着，摆在那里陪着我也好。死变态！尊主，属下已将春花姑娘送回了凤鸣山庄。好，记得看好小春花。让萧白失去玄冰石，原本就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。可是现在玄冰石完璧归还，不知道尊主还有没有后续的计划，需要属下去办。武林盟主萧大侠，从此只能依赖千月洞的玄冰石举刀，这本身不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吗？还有那个石先生最近有点不守规矩，这些线索都在我们手里，有什么意思？也该让带着玄冰石的萧大侠知道。属下明白。秦公子，麻烦了。
你又答应他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都不如凤鸣刀重要。你放心，现在的小白会好，凤鸣刀也不会在江湖上消失。的确，每一次当你出了事情的时候，上官秋月好像都在你身边。千月洞洞口浩渺多变，除非内部人根本就进不去，而你不一样，你好像可以来去自如。因为他每次都会站在那里等我。春花姑娘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昨天我们听到声音，看到一个白衣人将你带走，猜测应该是上官秋月。我们追不上你们，于是进了房间，就发现少魔主倒在地上。我猜，可能是萧兄冒犯了你，他发作的时候根本没法控制自己。春花姑娘还是要原谅他的。总之，少盟主应该很快就会醒来，不如你在这里陪陪他。好。小白，春花姑娘，我刚刚失礼了。最终，还是摆脱不了剑月洞的羁绊。再见。你们都回来了。
该在哪里？诸位，今日是春花姑娘回归之日，也是上盟主元气恢复之时，是个好日子，理应庆祝一下。老板娘，哟，又是各位呀！公子们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愿意来我这家黑店吃饭呢。知道你是嫌疑分子，谅你也没那个胆子。公子真是心思通透啊！但是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就是个生意人，您可不要把账错算在小女子头上啊！我怎么敢呢？对不对？哎呦呦，原来这位公子不是公子啊，换了身女装，看起来更有风情了呢。你该吩咐做饭了。哎，这咸口甜口各有各的鲜美，不如这样，女公子，今天奴家也陪你换换口味。老板娘，你要是真的想洗心革面，厨房和这里就不要再乱动手脚了。这做酒楼的乐子真是越来越少了。什么来头啊？且不用管他。我还不是很饿，出去走走。春花姑娘，让他去吧。别担心，春花姑娘马上就会回来。你最近操劳，没怎么吃饭，多吃点啊。那我去看看春花姑娘吧。风姑娘，有劳了。卜二门下的鲤鱼和老板娘，我去看看，马上回来。春花姑娘，彩彩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可能走累了，所以来陪你歇歇脚。你离开凤鸣山庄这些日子，一定过得很辛苦。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。你现在回到我们身边是再好不过的了，相信上盟主以后会好好对你，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
彩彩姑娘，我们不大一样。你们身在江湖，武林道义是你们的使命，可我不一样。我不会武功，不喜欢杀戮，我只想过安稳的、小小的日子。对于爱情，我也只是期待那个人能毫无保留的来爱我，不会算计我，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去牺牲我。你是少盟主要娶进门的夫人，他一定会对你好。他肩负的是道义，夫人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点缀。彩彩姑娘，武林白道的少盟主，所谓的道义到底是什么？让江湖秩序可以变得更好，让春花姑娘这种不会武功的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可他真的能做到吗？他一个人未必能做到，所以才会有武林盟，大家群策群力。那又怎么能知道群策群力到最后会不会变成互相利用？结果往往是不可预知的。不过初心没错，就是好的。可是你为什么突然想问这些事情？以前小白对我说过，可以放弃凤鸣刀法，不再为玄冰石而烦恼。我刚刚在想，这样是不是也好？至少他可以放弃道义的执念，好好做他自己。凤鸣刀是少盟主贯彻道义的臂膀，他砍不断它。如果他哪天放弃了责任，他一辈子都会内疚的。对啊，把玄冰石给了小白，所以我应该做的没错。少盟主先回去了，春花姑娘呢？春花姑娘说她有事情要自己想想，不过我买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。什么书？八仙居医圣的医术秘籍。就是那本记载傀儡银针制作方法的秘籍。此前各家心法在市面上流通，我就在想，医圣的秘籍会不会也有人售卖？果不其然，很快就找到了这些摊贩。彩彩，你好聪明。不对，我之前在医圣那里学过几天，但这本书上满是错漏之处。你们看，这是不二先生昨天开的安神汤的药方，就连这么简单的药方，这本书上都有错漏。而且里面丝毫没有提及傀儡银针的制作方法。这个不二，可真是疑点重重。就在你们刚刚离开不久的时候，
我听到李渔和老板娘在谈论。傀儡童子，还发现了这个。把新鲜尸体变成傀儡的银针，这鲤鱼还有补二，到底谁才是石先生？小春花，这是在等候哥哥吗？小春花不喜欢。你身上太冷。对，忘了，小春花怕冷。我也不喜欢千月洞，不喜欢那样的生活。拿了玄冰石，小春花想反悔，不想离开萧白了，是吗？反悔一直都是千月洞洞主做的事儿，哪轮得上我呀？小春花跟哥哥在一起，就肯定不会后悔。哥哥有多喜欢小春花？比昨天多一点，比明天少一点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再有几天，哥哥一定能把百花节的解药给研制出来。等哥哥研制出解药之后再来找我，也不迟。你我可是有了约定，在约定中可没有这一条。百花节告诉我，小春花是在乎哥哥的。可小春花总是口是心非。5天之后带你回千月洞。我的人生梦想呢，就是娇妻爱子，花前月下，所以我才从东山派来到了这里。没想到来到这里又得查这种账目。流连花间，好逸恶劳，你们这些纨绔子弟的习惯，你倒是说的一本正经。少盟主呢？千月洞的势力这次提前半个月集合。少盟主正在跟各掌门商量对策。看来这场恶战不可避免。石先生稍有眉目，千月洞又跃跃欲试，这两者有什么关联？或者说，
有更大的图谋。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风姑娘，有一名李姓公子送信求见。我？尊主，凤鸣山庄在八仙城内处处布控，属下好不容易摆脱了尾随，因而来迟，请尊主恕罪。萧白是把大队人马向八仙城集结了吗？八仙城一部分，凤鸣山庄一部分。这萧白倒是不傻，不过最终他们还是自相残杀。我千月洞倒是毫发无损。也不行，小春花不喜欢死人。线索都散出去了吗？属下已经按照尊主的吩咐都交代出去了。李渔，就是尊主上次救下的那个赌徒，因为尊主答应救他母亲，所以他也出发去找风姑娘了。风采采，她也是个好姑娘，可不能让她跟了萧白。去吧。怎么了？目前八仙城里都是萧白他们的势力，属下恳请尊主一定要小心行事。好，本尊知道了。属下还有一事。叶星主最近不太一样啊。属下最近在寻找百花节的解毒办法。以后不准再提百花节。李渔，怎么是你？风姑娘，你侠肝义胆，黑白分明，你的剑指向的人不应该是我。你当着冷姑娘的面说你不会使用傀儡银针，如今酒楼后厨又出现银针，你作何解释？说，你是不是石先生？倘若骗我，你休想活着回到八仙府。铁石心肠才做石先生。风姑娘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人用你的亲人威胁你，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儿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看起来很纠结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。不过，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多谢风姑娘，李某受教。不知你可还记得，秦公子和傅楼曾经都查到过有一个人在搜集新鲜尸体，他自称姓仲。江湖上根本没有姓仲的人，这是个假名字。风姑娘，人呢给自己起假名字，往往有个惯性，喜欢从自己的真实身份出发。毕竟这样既掩饰了身份，还能嘲讽那些不明所以的人。另外，账目上也不能只查酒楼一家，在这八仙城内，有多少产业是属于八仙府的？姑娘可以去查清楚。我原本就要去看那些账目的。你到底有什么发现啊？快说！
你快说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回忆了一下经过，不管这个石先生是谁，他经历过长生果拍卖大会一事后，必定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。这些事情，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。就这点发现啊，看把你得意的！风姑娘可是早就意识到了，现在啊，正在城里搜集各家账簿呢。又是风姑娘。你说别人的情敌都是同性，我的情敌偏偏是个异性。过来，我可以把你俩都收了，让你们做一对儿大小老婆。风姑娘回来了，快来！就放这儿吧。这是何物？这八仙城所有的生意都与八仙府有关，所以这里面装着所有店铺的账簿。还有茶楼和酒楼的，居然还有钱庄和镖局。不止，还有药铺的、米店的、绸缎铺的和车马行的。彩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里面的关窍可多着呢。还请风姑娘赐教。这酒楼和茶楼的人圆滑，往往扛不住这些横冲直撞的愣头青，怕毁了和气生财的好名声，以后不来客人。但这镖局的人呢，却恰恰相反，他们吃软不吃硬，一般都是些江湖上行走的硬汉子，所以呢，最架不住这种楚楚可怜的请求。胭脂水粉铺呢，都是些小买卖，只要乐善好施些，账簿就自然得来。至于这钱庄，上有官府保护，下有地头蛇的护航，是最惹不得的。但是只要正义慷慨，好好跟他们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他们呀可是配合得很呢。在风姑娘的个人魅力面前，我这个美男计都相形见绌了，佩服，佩服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盘点账目吧。9月19，入账1300两。10月1，入账1100两。在诸位面前，我真是没用。哪里的话，本来也是你最先提出来要去拿酒楼的账本，所以才有了这么多账本。少盟主，我们几个这些小聪明，根本救不了武林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凤鸣山庄唯一的传人，凤鸣刀也是扶持秩序、震慑江湖的利器。有你在，我们才有主心骨。多谢风姑娘提醒，我会尽好自己的责任。这些数额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。一场长生果拍卖会下来，石先生入账何止几百万。这么一想，八仙府也没有那么多钱。春花，春花，春花，秦流风，你赶快去找卜大夫。卜儿现在很可能就是石先生。春花现在的病情，你确定要找卜儿吗？当然要找医术最好的了。
春花姑娘这不是受伤，是中毒啊！中毒？你知道的？是不是上官秋月给你下的毒？少盟主，解毒要紧，我们先听听不二先生怎么说。不怕大家笑话，少盟主夫人中的毒，卜某真的是闻所未闻，有愧于兄长医圣之美名啊！这样，我让李渔熬服药来。李渔，慢着！这么严重的毒，我放心不过李渔的医术，还请不二先生亲自来吧。少盟主说的对呀，李渔这顽童，整日是游来荡去，在医术上真的是没有什么长进。那我亲自去，我亲自去。少盟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今天见到李渔了，他还告诉我，利用尸体的人姓仲。仲？八仙府好像没有姓仲之人。但是我们怀疑的人名单里，有一人与仲相关。仲？伯仲叔？不二？我就是这么猜测的。所以春花姑娘的药由他来下，是否合适？春花姑娘能取回玄冰石，说明上官秋月对她另眼相待。倘若这毒真的是上官秋月下的，他应该只是用来控制春花，并不会置她于死地。至于不二，倘若他真的在药里下毒，那待我们查验出来，就能确定石先生是谁。少盟主，这么做不太妥当吧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救回春花姑娘，我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失控到那种局面。我知道了。唉，风姑娘与少盟主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秦流风，借一步说话。秦流风，我速速就回。我们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？久到我快忘了有你这个表妹。忘了也正常，我人在千月洞，自然不能跟你来往。是我爹，他每次提起你都唉声叹气的。而且，千月洞那种地方，我当年要是和父母一起死了，便能落得个满门英烈的美誉。只可惜我不争气，偏偏被上官秋月救了。上官秋月救人，武林同人是断然不信的。坊间传言，是你投靠了上官秋月，所以这才会引来了灭门之祸。我爹虽然知道实情，但萧老盟主屡次三番找他促膝长谈，不让他把真相说出去。都过去了。此次前来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春花姑娘是不是中毒了？春花姑娘所中之毒名为百花劫，倘若不动情，便不会发作。小妍，好生照顾自己。
我不信。冷姑娘，她真的只是我表妹。哦，我看你是想亲上加亲。她是上官秋月的手下，我们俩怎么可能？不是上官秋月的手下，你们就可能了。我俩从小就在一起，你说这……刚刚你们好像在说上官秋月。我正打算找你说这件事情。千月洞的叶星主是我表妹。上官秋月果然就在附近。春花姑娘，喝药了。春花姑娘，快把这个吃了，快呀！这是什么？雪莲子。凤姑娘真是出手大方啊！这是雪莲子，普通的毒药用它可以直接解毒。我的病不值得用这么昂贵的药材。春花姑娘，别说傻话。如果我当时再衡量下，彩彩姑娘，你人真的很好，很适合小白。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如果呀？这脚下的路，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你现在就是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才能和少盟主幸福的走下去。我是真心实意的祝福你们。谢谢你。闻所未闻，没听说过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春花姑娘中的这毒没有解药，此毒平时没有大碍，就是不能动情。她说，春花姑娘现在手心里应该有一朵花，若是变成黑色，一旦动情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竟然还有这样的毒药！所以说，春花姑娘现在中的这毒，先别让小白知道，啊。秦凌风，春花姑娘的毒，十有八九是上官秋月下的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她。上官秋月来无影去无踪，我们去哪儿找她？找到上官秋月，关键在春花姑娘。怎讲？别的事情你比我想得通透，但春花姑娘的事，我一定比你想得明白。的确如此，春花姑娘每次出现危机，上官秋月总会及时出现。反倒是现在春花姑娘不见上官秋月，是更好的选择。我不想再让春花姑娘卷入我们之间的纷争，我只希望她安全。找到上官秋月，逼她给春花解毒。此药无解，怎么办？
小春花在想我。你疯了，来这干什么？能安稳睡下就好。小春花担心我，可是，在哥哥心里，有小春花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哥哥怕你百花节发作，所以不敢找你。但是我又忍不住想你，所以就只能这样见面了。凤鸣山中太危险了，你赶紧走。百花节的毒性明显有所缓解，是不是因为你这几天没有想哥哥？是雪莲子，我才没有想你。此药无解。春花，春花，你睡了吗？春花，走。春花，春花，开门呐！春花，春花，这次轮到妹妹舍身救哥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春花，开门呐！上盟主稍安勿躁，也许是春花姑娘睡得太沉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春花姑娘，恕在下无礼。春花姑娘，上盟主听到你呼痛，担心你毒发，赶紧催我来看一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儿啊，一切都挺好的。你们知道的嘛，我这个病是偶尔发作的。刚刚我是在说梦话呢。吓死我了！你可把上盟主吓坏了，知道吗？既然没事，姑娘早点休息。吓死我了！妹妹是担心我的，放心，哥哥还得照顾你呢。我刚刚就应该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进来宰了你。你舍不得，还是说你想让他们看见你我同床共枕呢？变态！风采采是个好姑娘，带个消息给她，说李渔不是石先生。3天后，不二会邀请你们赴宴，
到时候饭菜里全是软筋散，小春花可千万别贪吃。如果到时候再中什么毒了，哥哥可就救不了你了。大胆！你以为本尊背后无防备吗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没想到尊主还会在此地。不过胆子大也未必不是好事，这样小春花就不会以为我又在害你们了。尊主，千月洞众新主乐仆已在八仙城外集结完毕。不过白道声势浩大，我们的举动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无妨，千月洞这次就是要明着来，也该让白道知道，谁手里握着江湖局势，谁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畅通无阻。凤鸣山庄那边呢？他们还在为石先生的线索烦恼不已。麻烦。扶不起来，难道还要本尊亲自出手？后天，不二就要兴师动众招待白道众人，到那时候，萧白如果还察觉不到异状，恐怕就会连累春花姑娘。石先生的伎俩不足为道，但白道居心叵测，不知道还会出什么麻烦。叶言，如若交战，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只要当天能顺利进行，本尊就能带小春花回千月洞了。是，只是属下恳请尊主，眼下还是换到更安全的去处。安全的去处。小春花现在每天都在为身上的毒而提心吊胆，不碍事。春花姑娘，我在盘点八仙府的账目。彩彩姑娘，查的怎么样了？现在怀疑的人有2个，一个是八仙府的弟子李渔，一个是他的当家人不二。李渔不是石先生。春花姑娘怎么这么肯定？不过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之前秦公子打探到，酒楼老板娘和李渔是母子。以前，酒楼老板娘在青楼怀有身孕，被赶了出来，是医圣收留了她。李渔年少顽皮，受人蛊惑成了赌徒，也是医圣让他收心敛性，收为门下弟子的。没想到，他们还有这段悲惨的遭遇。这么说来，他们2人对医圣应该是感恩戴德。如果不是被人胁迫的话，定是不会用医圣留下的技法去行恶的。你说的对，而且李渔现在的生活也是凄惨潦倒，并没有报复的倾向。倒是这个卜二，医圣死后没2年，他的生意遍布八仙城。所以说，现在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在这个卜二身上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昨天李渔前来向我投诚，不二不二，他是石先生这件事情，我们可能真的要怀疑了。这个推论确实是有说服力，不过
不二他慈眉善目的，我实在是不敢相信。人性的贪婪和黑暗，没想到会膨胀到这种地步。只是他一直售卖长生果，早就应该富甲一方了。但我看了这么长时间账本，并没有什么蹊跷，所以这些东西无法成为实据。贪婪吝啬是一体两面。不二他在外面疯狂敛财，但未必就说明他愿意把这些钱都花出去。我猜他可能是把这些金钱藏在某一个地方，毕竟是他的战利品。对，而且藏的地方必须得是他能够触摸得到、能够随时把玩的地方，这样他才会感觉到既满足又安心。春花姑娘的意思是，她的万贯钱财就藏于八仙府。我想不二这种人一定会觉得，越是明晃晃的地方，就会越是安全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春花姑娘好生在这里休息。八仙府这宅子也不大，这么多赃物，应该不难找啊。我连耳房都搜过了，里面空空荡荡，并没有可以储物的地方。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我们耗费了这么多时辰，却毫无头绪。对了，风姑娘，上盟主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他还在为春花姑娘所中之毒烦扰，一整天精神恍惚的。可春花姑娘明明跟上官秋月……上盟主喜欢春花姑娘，春花姑娘正好也陪伴在侧，我们何必让她知道那些东西呢？况且，我断定，昨天我看到那只靴子就是上官秋月的。怎么讲？今天我看见春花姑娘手掌心的那个花瓣，颜色更深了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上官秋月不能一直待在春花身边，这对春花……对少盟主都没有好处，保不准又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风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个鲤鱼，怎么好像看上我们家彩彩了？这小子可以啊。不过，你还有我，我也有你。姑娘今日前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有话要问你。在下必当知无不言。你来八仙府已1年有余，你可知道这里私藏财物的地方吗？虽然我之前一直被不二操控和指使，可这个人一向谨慎得很，只是逼我做一些见不得人的脏活和累活，其他都瞒得死死的。这个人好财如命，怎么可能轻易把自己的财宝暴露给别人呢？也是，他要是告诉你，你早就带着银两跑路了。要真是如此，那岂不是失去了结识风姑娘的机会？你可知道这个不二先生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吗？他这个人不近女色，
也不嗜酒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却比那些仆人还要晚。在外人眼里，他简直比那些正人君子还要严于律己。不过，要说癖好，倒也不是没有。你快说来听听。不二有个很可笑的爱好，喜欢自己打扫这条长廊，多的时候一天要3次。也不知是洁癖，还是舍不得再雇佣人。打扫长廊？是。那这跟金银财宝也没什么关系啊。你找我？一个穿白衣服的哥哥，叫我找这个山庄里最懒的姑娘。山庄里的姐姐们都说那一定是你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给钱。哥哥给我画了这朵花，说你看见这朵花就会给我钱。叔叔还说什么了？哥哥那么年轻，你怎么能叫他叔叔呢？他只说了2个字：春花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春花今天不来了，我再多给你1倍钱。哥哥说做人不能太贪心。上官秋月，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？